英特尔今年在 CES 上带来了最新的笔记本处理器——英特尔第3代酷睿 Ultra 处理器，代号 Panther Lake。这可是你能买到的首款使用英特尔 18A 工艺的新品啊！这个处理器的表现直接决定着英特尔的工艺是不是的确 great again 啊！而且呢，它的规格也和以往的英特尔标压笔记本处理器有明显的区别。今天我们就用这台搭载着它的联想小金 Pro 16 GT AI 元起版来好好看看这颗被英特尔寄予厚望的 18A 当家花旦表现到底怎么样，能效好不好？话不多说啊，咱们正式开始。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18A 工艺的改进。简单来说呢，它是英特尔第一款后 FinFET 时代的产物，它是英特尔首个 GAA 晶体管的工艺啊，再加上它还使用了英特尔的 PowerVia 背面供电技术啊，那这颗新处理器的能效表现应该是挺值得期待的。那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看 Panther Lake 本身的规格吧。那作为英特尔接下来1年最重磅的笔记本端新品啊 ，Panther Lake 的规格可以说和以往有着较大的不同。CPU 部分总核心数量上，满血的 Panther Lake 依然是16颗核心，但它并不同于 Arrow Lake 和 Meteor Lake 的6+8+2规格。这次的 P 核从原本的6个减少到了4个，而 E 核的数量维持着8个。但是 LP 核呢，则从原来的2个变成了4个。这光看规格上的变化，你肯定要说了，这不是开倒车了吗？啊 ，P 核都少了，那这么想你就错了啊。那这颗 LP 核，它可不是像 Arrow Lake 和 Meteor Lake 里面那种 LP 核。那之前的 LP 核心呢是放在 SoC Tail 里的，换句话说，它就是独立在主 CPU 之外，这就造成了它根本没法访问 CPU 的 L3 缓存和 SLC 缓存。更搞笑的是，以前的 LP 核啊，几乎是没有软件能调用的。可以说，当时的 LP 核就是安卓阵营里面啊这个 A5XX 的定位啊，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鸡肋的。而更难受的是，因为 Meteor Lake 升级到 Arrow Lake 根本就没换 SoC Tail， 相当于 Arrow Lake 这一代依然继承了这2颗废物超小核。可以说他们在 Arrow Lake 里最重要的贡献，可能就是任务管理器里多了2个框框了。可是这一次的 Panther Lake 里面的 LP 核可不是这种若即货色啊。这颗新的 LP 核和之前在 Lunar Lake 里的概念是一样的，它就是在另一个 cluster 里的正经 E 核，只是不与其他核心共享环形总线，但是性能啊和其他的8个 E 核几乎是一样的，也同样能够访问 SLC 缓存，也能像其他核心一样被正常调用，频率也不低啊。那这样一来 ，Panther Lake 的 CPU 部分就分为了由 P 核加 E 核组成的性能簇和由4个 LP 组成的能效簇，总共2个 cluster 的组合。那之所以这样设计呢，主要还是为了更好的续航表现和能效表现。毕竟一些轻载工作在如今的 LP 核心上显然是可以充分胜任的。那性能簇呢，在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省下不少的功耗啊。那这套方案在 Lunar Lake 上已经得到了充分验证啊，相信这会有效提升 Panther Lake 笔记本的续航潜力。我们也测试了它各个核心之间的延迟情况，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3重级风格。P 核之间的延迟在20到30纳秒的量级，而 P 核和 E 核之间延迟呢，大概在40到50纳秒的量级。E 核和 E 核之间的延迟大约在100纳秒左右。LP 和跨簇的延迟呢会稍高一些，来到125纳秒左右。整体来说啊，你可以明显看到不同核心之间延迟的差别。E 核之间的核心延迟是比预期高一点的，那整体的延迟表现呢属于多 cluster 处理器的正常水准。而具体到 CPU 核心架构的改进上，它更多是以优化为主，而不是彻底全新设计的新核心啊。P 核 Cougar Cove 架构相较于 Arrow Lake 和 Lunar Lake 使用的 Lion Cove， 改进了分支预测能力，提升了 TLB 容量，以及增加了内存歧义消除的能力。目的还是完全发挥出这个 Lion Cove 架构本身的 IPC 潜力。毕竟 Lion Cove 在架构改进不小的情况下呢 ，IPC 提升并没有预期来得高，所以 Cougar Cove 就是来拉满上限的。那 E 核和 LP 核的这个 Dark Mount 架构啊，也是基于前代的 Sky Mount 架构发展而来。Sky Mount 架构在去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作为小核，它的同频性能几乎已经持平 Zen 4和 Raptor Cove 大核了。而 Dark Mount 则是在 Sky Mount 的基础上继续增强，包括分支预测能力、动态预取控制、增强的微码吞吐能力以及内存歧义消除的能力。那 Dark Mount 的解码器簇啊，也由原先的20B 指令流宽度提升至24B。那假如说我要处理8B 宽度的指令，那每个簇的指令吞吐之前只有2 IPC， 现在就是每个簇3 IPC 了，3个解码器总共9 IPC 啊。对于已经非常宽的 Dark Mount 核心来说，像这种单个指令比较长的情况呢，是可以显著提升运行效率的。那 Panther Lake 不仅在 CPU 部分有显著的变化，整颗 SoC 在核外部分的变化更是非常显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内存控制器终于回到了 CPU 所在的 Compute Tail。你知道这一点改变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吗？
我们测试了各核心下访问内存的延迟曲线，你可以看到啊，同样是搭载 LPDDR5 插内存 ，Arrow Lake 平台在128兆深度下的内存延迟啊，来到了140纳秒。与此同时，你可以看到啊 ，Panther Lake 在这个深度下的内存延迟直接降低到了100纳秒，这个差距可以说是相当巨大的。要知道 Arrow Lake 这一代在桌面端游戏性能滑铁卢的主要原因就是内存控制器外置所带来的内存延迟问题。那 Panther Lake 啊，无疑解决了一个前代所存在的巨大问题。那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改进来自于 GPU 啊，首先 Panther Lake 的核显换上了全新的 X-E3 架构，支持 X-ESS 4倍真生成。那根据规格定位的不同，那目前发布的 Panther Lake 处理器呢，包括 CPU 4+0+4核心搭配4X1核显的低功耗版本 ，CPU 4+8+4搭配4X1核显的版本，以及 CPU 4+8+4搭配12X1旗舰核显的顶配版本。与它们搭配的 SoC 带也不同啊，因此呢 PCIe 的通道数也不一样啊。不过和 Computer-Tile 使用英特尔自家的18A 工艺不同，12X1版本的 GPU-Tile 啊，使用的是台积电的 N3E 工艺，4X1的 GPU 呢，使用的是英特尔自家的英特尔3工艺啊。那同样呢，其他部分的工艺也都各不相同，像 IO-Tile 使用的是台积电 N6的工艺，那所有的新立的 Base-Tile 呢，也从之前的22纳米工艺升级到了14纳米工艺。那咱们已经简单看完了 Panther Lake 在技术上的变化，现在啊就该来了解一下今天咱们评测的主角第3代英特尔酷睿 Ultra X9 388H 了。那 Panther Lake 这一代的命名规则呢，相比较于前代又有了一些变化。这次搭载12X1大核显的型号，尾缀数字都为8。那使用满血12X1 B390核显的3款型号呢，更是将命名从 Ultra 7、Ultra 9改为了 Ultra X7和 Ultra X9 来强化给人的印象啊。我们这次测试的 Ultra X9 388H 就是这代 Panther Lake 产品线里规格最满、性能最强的版本。它的单核睿频比前代的285H 稍微低一点，从5.4降到了5.1。那待会儿性能测试里呢，我们也会回来看一下啊，单核性能到底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那 E 核和 LP 核的 boost 频率差不多 ，LP 核呢会稍微降低一点。你可以看到全核心满载的时候呢 ，P 核可以跑到4.8G 赫 ，E 核和 LP 核呢是3.6G 赫。那内存方面呢，它支持 LPDDR5 x9600内存，那这个对于12X1核显的发挥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接下来咱们就该来真刀真枪看看这颗 Ultra X9 388H 的性能表现了。我们测试使用的是来自联想的小新 Pro 16 GT AI 元起版。那这台笔记本呢，采用了一块16英寸的 2.8K 120赫兹1100尼特的 OLED 屏幕，搭载了99.9瓦时的大电池，机内使用了一套双热管双风扇的散热模组。那对于核显机型来说，这套散热基本上就可以发挥出它应有的全部潜力了，非常适合我们作为全新一代酷睿 Ultra 的首发测试机型进行测试。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看 Spec CPU 2017里的表现啊。先来看看 P 核的表现，388H 的 P 核在比285H 频率更低的情况下，成绩却反而更高了。大核的架构改进虽然很小啊，但 IPC 确实是可以看到提升的。这个提升幅度呢，整数大概在10%左右，浮点在7%左右啊。这个提升幅度对于一个架构仅仅小改的内核来说，已经不小了。388H 的 E 核和 LP 核则跑出了比较接近的成绩，两者的核心架构是完全相同的，影响它们性能表现的只有频率和缓存配置。你可以看到这一代的 LP 核表现可一点不弱啊，尤其是和前代的285H 的 LP 核一对比，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E 核的 IPC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最离谱的是，如果同样跑在3.8G 核下，新的 E 核甚至它的 IPC 和前代的 P 核都差不多。要知道这颗 CPU 里这样的核心有12个之多。从 Spec 2017的表现来看 ，Panther Lake 的 P 核和 E 核 IPC 都有一定提升，虽然峰值频率稍低啊，但是单核性能并没有退步。那么 X9 388H 在更多测试里的表现怎么样呢？咱们先来看看 Cinebench 系列的表现。这次我们测试了 R23、2024和2026三代 Cinebench 的表现，可以看到 388H 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啊，都稍微强于 285H。那在比较老的 R23里呢，稍微优势会小一点啊。HX370 呢，也在 R23里稍强于 388H。那总体来说，三颗 CPU 的多核性能整体上是一个段位的水平。但测试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啊，在 Cinebench 这样的高负载测试里，这颗 X9 388H 是没有跑到80瓦的 PLE 功耗墙的。我本以为是撞到了其他墙啊，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频率已经完全跑满多核睿频了。也就是说，它的峰值功耗仅为78瓦，这个比起前代285H 跑满时的功耗是有明显优势的。
这样的优势直接体现在了能效的表现上。在 Cinebench 2024的能效曲线里，这颗 X9 388H 比起前代的 285H 有了显著的提升。基本上新 U 呢，在45瓦的时候，成绩就已经来到了前代在70瓦左右的水平。这个多核能效提升显然是相当巨大的。那如果我们和 HX370对比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能效表现也会稍微超过 HX370一点。毕竟 HX370的12颗 Zen 5架构同构大小核，在 Cinebench 里还是相当强力的。那么在更老的 Cinebench R23里面呢，388H 的能效进步同样明显，不过差距呢没有2024里那么大这主要是因为 R23对内存性能更不敏感，更注重纯 CPU 的性能表现，而 388H 的一个巨大亮点就是来源于内存系统的性能提升。接着咱们来继续看看另一个渲染性能测试 Blender。X9 388H 比前代的 285H 有小幅提升，比 HX370 呢则要略弱一点。在 VS 编译 Dolphin 的测试当中 ，X9 388H 比起 285H 有一定的提升。在这里呢 ，388H 是比 HX370 明显要强一些的。这个成绩主要还是依靠更强的单核和内存性能。接下来看看 7Z 压缩和解压性能。由于内存控制器放回了正确的位置388H 在 7Z 的压缩测试里有了一定的性能进步。不过呢，解压性能还是比 HX370 略弱一点，整体算得上是此消彼长。那么在纯 CPU 性能的测试里，这颗 X9 388H 的性能水平基本上就是前代 285H 小幅提升的水平。比起峰值性能的提升这代处理器在能效上的提升更让人印象深刻。而且这个优秀的能效表现可不只来自于 CPU 它的 GPU 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在 3D Mark SNL 能效测试当中，我们加入了超大核显的 AMX 395来对比。你们也知道395的 8060S 核显并不是和其他处理器类似规格的水平，它明显更大也更贵，但我们依然可以用作参考系来看看 388H 这颗 GPU 能效表现有多强不难发现388H 这颗核显在能效上简直是吊打前代 285H 的核显，哪怕只有15瓦的时候，都能轻松超过前代满血时的性能表现，已经是接近 285H 和 HX370 2倍的性能了。这颗12差异的大核显表现实在是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我知道它会很强，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强。很显然对于目前的轻薄核显本，乃至于未来掌机的游戏表现，它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待会儿呢也会用实际游戏来好好考验一下这颗核显，看看它是不是一颗高分低能的 GPU 那么从峰值性能来看呢 ，SNL 里面它的成绩比前代的核显有显著的提升。那么它和独显对比又如何呢？我们专门找了2台搭载满血95瓦3050 钛和130瓦3060的笔记本作为对比可以看到这个核显在 SNL 里的成绩几乎和满血3050 钛一模一样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TimeSpy 里的表现，这里面 388H 这颗 Arc B390 核显分数呢就比较夸张了，超过了3050 钛不少。但你们也知道英特尔的核显在 TimeSpy 里的成绩呢普遍是偏高的。那我目前看下来呢，还是 SNL 的测试成绩更具备跨平台的参考价值一些。那么看完了 GPU 在 3D Mark 里的表现，我们还测试了一下它在 Blender 里的渲染性能，可以看到它比前代也有相当大幅度的进化，几乎和 AMX 395的核显持平了。那它在这里的成绩和跑分近似的3050钛也差不多看起来这2代英特尔差异显卡在光追上的提升，在 Blender 里面是很有收益的。PS 里 388H 的机型介于 285H 和 HX370 之间 ，AE 里呢它则甩开了 285H 和 HX370 不小的距离，在更吃 GPU 的 PR 里则进一步拉开了领先的幅度看起来 Panther Lake 这颗12差异大核显配上更强的编解码器，显然是非常适合这种音视频编辑的生产力用途的。但要说到12差异核显真正的用武之地，那还是必须得来看看游戏里面的表现。OK， 那咱们就从最近刚上线的《明日方舟中末地》开始这里我们跑了2档画质下的表现。首先是 1080P 极低特效下的表现 ，X9 388H 在这里的表现甚至超过了3060的独显机型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它遭遇了 CPU 瓶颈毕竟这个11800H 的性能在今天确实是有点捉襟见肘了。在 2K 分辨率下的表现呢，则更有代表性一些。你可以看到 388H 这颗核显是相当能打的，直接比 285H 的核显强出了72%非常夸张。那这个表现也轻松干掉了95瓦的3050钛，仅仅弱于规模大得多的3060接下来我们看看 CS2 里的表现。作为一个 CPU 和 GPU 压力都不小的 FPS 网游 ，388H 在2档分辨率都比 285H 的机型强出了50%左右不过这里最强的还是3060的机型接下来是3050钛。那 HX370 的表现呢，也没有被 388H 甩开太远。而且注意看功耗在这种性能下，它居然也只要45瓦左右的功耗。这意味着稍微有点散热能力的轻薄本都可以让这颗388H拥有满血的游戏性能，这个才是最夸张的。
那接下来咱们看看压力更集中在 GPU 部分的3A 游戏啊，先从黑神话：悟空开始。1080P 不开超分的情况下，388H 这颗核显做到了几乎相较于285H 翻倍的提升啊，几乎和满血3050 Ti表现一致，比 HX 370也强出很多。进一步在 2K 分辨率下开启 XeSS 和 DLSS 等质量档超分，388H 呢依然可以和3050 Ti平起平坐。XeSS 的效果也是很接近 DLSS 的水准，这个画质是明显比 890M 所支持的 FSR 强不少的。那黑神话的 CPU 压力要更低啊，因此测试过程中你可以看到 SOC 功耗也来得更低，大部分情况下只有35瓦到40瓦的功耗水平，这个能效表现可以说相当惊人。那接下来来看看老牌3A 大作《赛博朋克2077》，在这里呢，388H 同样获得了相较于285H 几乎翻倍的性能啊。无论是 1080P 不开超分，还是 2K 加质量档超分，这颗 B390 核显的表现都相当出色。甚至于 2K 质量档 XeSS 的时候，凭借着更灵活的显存调度，它已经甩开了4G 显存的3050 Ti，已经更接近3060的表现了。那么在 TGA 年度游戏33号远征队里呢，388H 同样在2档分辨率下都获得了接近翻倍的性能提升。那3050 Ti 在 1080P 不开超分时候呢，还能跟388H 处在一个段位，一旦打开 2K 分辨率的超分，4G 的显存马上就会捉襟见肘啊。388H 呢也因此得以反超了这颗95瓦的3050 Ti。那《天国拯救2》里同样延续了这样的情况，388H 的 B390 核显，不管是在 1080P 原生分辨率下，还是 2K 质量档超分下，表现都相当出色，同样可以获得近乎翻倍于 285H 的性能表现。那它能提供的游戏体验啊，显然和 HX 370啊、285H 啊这种传统核显啊有了天壤之别。那几个游戏测下来 ，Ultra X9 388H 的游戏表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这个12X1的新核显在实际游戏里的表现和它在 3D Mark SNL 里的表现一样惊艳。比起绝对性能，更让人惊讶的是它在游戏里的能效表现。那基本上它在游戏里的功耗也就在30到50瓦之间啊，这和上一代 285H 的差别是不大的。那这意味着啊，如果有一台14寸笔记本拥有65瓦左右的解热能力，就几乎足够发挥这颗 388H 全部的潜力了。换句话来说啊，搭载 388H 的核显笔记本是完全有可能在离电情况下几乎获得完全不打折扣的游戏性能的，这才是独显笔记本几乎没有可能做到的事情。就拿我们手上这台联想小新 Pro 16 GT AI 元起版为例啊，我专门测试了一下 CS2 和黑神话离电情况下的帧数表现，你可以看到这个性能损失幅度是非常轻微的，这还只是首发 BIOS 下的表现。那在未来版本的 BIOS 进一步调教之后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搭载 Panther Lake 的笔记本有能力在离电和插电情况下获得完全相同的游戏性能。测试进行到这里啊，我相信你已经对 Panther Lake 架构的酷睿 Ultra X9 388H 的性能表现有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代12X1版本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尤其是能效表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不管是 CPU 还是 GPU， 你可以看到这代的进化方向都是朝着更低功耗、更强性能的方向去进行的。那这就让我非常好奇，这代处理器的续航表现会不会也有明显的进步？最终呢，我们手上这台联想小新 Pro 16 GT AI 元起版，在120赫兹刷新率下，在我们极客湾的笔记本续航模型里跑出了12个小时多的续航成绩。即便考虑到电池容量增大了19%，来到了能上飞机的最大容量99.9瓦时，也不难看出这代处理器在续航上是有了明显进步的。我们还测试了一下这台机器在屏幕刷新率调整到60赫兹时的续航成绩，此时续航成绩居然来到了14个半小时，不愧是继承了 Lunar Lake 设计思路的 SOC 啊！我估计啊，今年搭载 Panther Lake 的这些 Windows 核显笔记本，续航成绩做到10个小时出头，应该是相当轻松的一件事了。那这次的首发测试做下来啊，这代的 Panther Lake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 CPU 部分啊，英特尔 18A 工艺首秀表现优秀，这次的 CPU 能效比采用台积电 N3B 工艺的 285H 表现更上一层楼，让人看到了英特尔工艺又有了新的希望。而 GPU 方面呢，则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啊！不论是游戏性能、生产力性能，还是能效表现，在目前 Windows 阵营可选的 SOC 里，都是无出其右的水平。那这代 Panther Lake 啊，是一代相当注重能效表现的笔记本 SOC， 这让我甚至有点担心，高通仍未正式推出的 X2 Elite 啊，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才能与之竞争？那现在的唯一问题呢，就是 Panther Lake 机型的价格了。那我们今天测试的这台联想小新 Pro 16 GT AI 元起版将于3月在国内上市啊，你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啊，看看到时候呢定价到底如何。好
好了，这次就是我们 Panther Lake 首发测试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长按点赞键支持我们一下，也千万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下期节目再见吧。